Hermes 默认的生图工具是这个 Canva UI。大家看到我让它生成图片的时候，它会调用这个 Canva UI。这个工具呢需要本地安装软件，同时下载模型，对本地的这个硬件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然后呢，我让它使用 OpenAI 来生成图片，它检测到我本地有 API-Key，就开始写这个 Python 程序。写完之后呢，它就开始执行，最终帮我生成了这个一个图片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最后这是一个效果。然后呢，下次我再让它生成图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调用这个 Canva UI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默认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呢，它再次让我去安装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Scale 的方案。然后我开发了一个基于 Gemini 和 OpenAI 生图这个 API 的一个 Scale，然后给大家来使用，可以支持图像和视频、音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这是我让它生成了一个这个视频，然后后面我对视频又进行了几次修改，然后下面是生成了这个图片，然后包括下面我又对这个图片的比例进行了一个修改，把16:9改成了这个21:9，然后同时增加了这个小蜜蜂，然后最终的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 Scale，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具体怎么来做，怎么来安装和设置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 Scale 其实是底层是一个 CLI 一个命令，是基于 Go 语言来实现的。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安装这个方便，因为 Python 的话，你总是要去配环境啊。Go 语言的话，我们直接把它打包成一个可执行文件，无论你在这个什么环境下，直接安装这个命令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去调用，不需要考虑环境的一个问题。这是我们当时使用 Go 语言设计的一个初衷嘛。然后这是一个安装方法，首先我们安装这个 CLI 这个命令，安装完之后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命令去生成图片、视频这个 TDS 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个 agent 里面，比如说在 Cloud 在这个 Antigravity 或者 Cursor 或者说其他任何工具，包括 Hermes 我们都可以安装这个 Scale。安装 Scale 之后，就可以在 agent 里边直接使用这个生图的这个能力了。它底层是调的这个 CLI，然后安装完之后，我们可以验证一下，如果能正常打印出来就没有问题。然后源码构建这个就不说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支持的能力包括图像生成与编辑、视频的生成，还有这个语音的合成。然后主要是这个 Gemini，然后最近我们也增加了 OpenAI 的这个生图能力。然后这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配置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init 这个命令指定这个，比如 Gemini 还是 OpenAI Key 配置它的这个 API Key。然后配置完之后，这个它是用的这个操作系统的钥匙块的这种方式去保配，所以它比较的安全，你的蜜月是不会被泄露掉。这个是刚刚 default 就是我们比如说配置了两个，我们默认使用哪个就是把这个参数加在哪儿就可以。当然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切换。比如查看我们配置的状态，它会自动打出来。比如说这个我们配置的 API，比如说 OpenAI 或者是这个 Gemini 这里边它会显示出来。然后是不是默认的，这儿也有标志。这个 API Key 还有一个这个加密的这个预览。当然我们还可以切换，比如说配置完之后，现在是 Gemini 是默认的，我们可以换成这个 OpenAI 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这是一些命令，我们不需要 Scale 直接执行命令也可以生成图片，因为所有的这个 Gemini 和 OpenAI 的这个 API 都已经封装了起来。这是默认的模型，Gemini 是3.1 Flash，然后 OpenAI 使用的 GPT Image 2是默认是16:9。然后这是等价的一个入口，然后上面这个就是比较的直接吧，它是使用 API 默认的这个供应商，这个你也可以指定。这是一些命令和参数，这些参数基本上官网 API 支持的，我们这边基本上也都提供了，所以还是比较全面的，包括图像编辑也是支持的。就说你生成一个图，可以接着去编辑它，它可以这个参数接着传过去，或者你上传新的图进行合成都是可以的。
就是模型的选择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切换模型，或者说有新的模型出现，或者说你换旧的模型都是可以的，这些比例也都是支持的，包括这个1K、2K 和4K 这种也都是支持的。还有这个视频的生成使用的是 VU 3.1的这个模型，这是它的一个参数。还有这个语音合成TTS 我们也是支持的，包括它上面支持的那些语音的音色，你都可以去选择。当然，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默认的这个音色，你也可以根据 Google 官方的这个文档去选择其他的音色。当然，我们也有命令可以列出所有支持的这个音色，也是可以的。这是命令的一个详细的参考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文档安装一下来试一下。首先呢，它是比较方便，其次呢，你的 API Key 也会比较安全。最后提醒，如果说你配置完之后还是出现默认的工具，然后把配置文件里边这个ImageGen 这个默认的工具给它删除掉，然后我们再试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恢复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大家可以随时在评论区进行交流。欢迎大家点赞收藏，谢谢大家。